香山车站，刚刚到高雄，台湾的最老的火车，环岛之星，我们来了。上先生。半年前，我们在台湾旅行时，偶然得到了一张地图，上面画满了铁路路线、车站，还有台湾各地的美食和风景。那时我们就在想，如果有一天照着这张地图坐火车环台湾岛旅行，会是怎样的体验呢？所以这次我们带着那份好奇来到了台湾。这趟环岛旅行，我们既会搭乘台湾最新的火车，也会体验还在使用电风扇的老式列车。我们将沿着纵贯线一路南下到高雄，在枋寮站换成南回线，从西岸划到东岸，再接上东部干线，沿着花东纵谷一路北返，回到台北，全程7天。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寻找藏在弄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小馆。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这趟环岛旅程的起点——台北。现在在台北。对，今天呢，我们早上要去吃一个早饭，然后我们要去坐公交车。站牌这竟然有个按钮，写着候车请按钮。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你要等车，你一按那车瞬间就来了是吗？啊，按一下看看。按一下吧。这公交车有安全带啊，真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啊，就这种普通的公交车有安全带。对，安全。安全。这边还有一个安全门，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直接下车。然后这边还有，轮椅使用者优先的使用的一个位置。这个公交车上还带着手机的充电口，座椅啊，设施都很干净。第一趟公交车就失败了，然后乘错了，不知道跑哪儿来了，坐错车了。对，现在在环河南路3段，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在，用 Google 导航坐公交车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你来的时候那公交车它到底是不是叫那个名字。对，或者上车之后问一下司机。是我们刚才看到重庆，但是它实际上可能没有，还有重庆几号啊什么的啊，就没问，然后我们就完全做错了。小雨开始转经轮了，开始。对，但是转的哪个都没有啊。没有307啊。307在哪儿啊？我们难道第一次就失败了吗？对，我们现在来到了环线，就 Circle Line， 这是像小火车一样的一个线。对，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大环线。对，最终我们还是坐上了捷运。还是坐上捷运了，本来想公交车解决，那正好进去看看啊。哎，这个车设计非常的好看，柠檬黄的颜色，然后非常的明亮，而且这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车。这个车在中间呢，还有放行李的位置。如果你有大件行李的话，可以放在这儿。过来之后，这边还有一个放行李的位置。右侧开门。每次来台北都会感叹啊，所有的标线画的特别的，特别的干净整齐，算是我们去找必比登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旅程了。是我们有1个多小时都没吃上饭了，快走快走，走吧。我们现在仿佛走进了一个还没有开张的菜市场，所有的摊儿和篷布都搭在这儿。是这个篷布还很有感觉，特别的台味儿，我觉得。对，它像那种就是海产的蔬果市场。蔬果市场啊，或者说卖海鲜的。对，但是大家都没来呢。啊，哎，你看这块前面景多漂亮啊，绿色的那种防雨布。啊，对。终于到了，就在我们身后，叫什么？家乡纯豆浆。这回来台湾啊，我们选择的是尽量都吃米其林必比登，不是米其林的高档餐厅，对，它是就是平价。甚至有的是一个小摊位，它都可以称作米其林必比登。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会看，说这个店是必比登的评选哦，但是你到了这个地方说，哦，这个小店可以吗？就感觉旧旧的。对，但是咱们来台湾几次了，发现就要吃小店。
的啊，没关系，谢谢。玩得开心。好的，拜拜。油条，哎，你好。我们2个人来2份就是特色的。特色的，特色就是那个。哦，就那个哈，那叫什么呢？那叫胡椒葱饼。胡椒葱饼，那我们要2个胡椒葱饼，是吧？入榜了米其林必比登。是，我就看到了才过来的。对，所以那个是招牌。好的，好的。好呀，刚好遇到速度了。我们1人1个可以吗？可以啊。好，那里面要夹个蛋吗？加，可以。就是您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吧？啊。然后豆浆要2个豆浆。啊，你要加糖的还是不加糖的？豆浆加糖吗？加吧，加糖的啊，温的。温的。然后对，然后油条咱们也来2个。油条2个就行了啊。好，谢谢。今天是平日，刚好又是下雨所以比较没有人。葱蛋葱花蛋对，加上我们这个胡椒葱饼还剪开。对，还剪开夹在里面。然后这里面本来就有葱。本来就有葱。从西雅图到台北，12个小时的飞行，时差还没倒过来的我们，又经历了早晨搭错车的连滚带爬。当我们满头大汗，咬下第一口胡椒葱饼的那一刻，才忽然意识到，我们真的回到台湾了。终于可以吃上饭了。是你这是双节棍吗？对，刚炸好的。刚炸好的，现炸的。呢。好，上回吃油条还是在那个世界豆浆大王哈。对。来一口。脆啊。好脆啊，我都听到了。刚炸出来的油条。这油条感觉就是它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它很脆，每一口就像排叉一样。这很有特点。老板刚跟我说蘸豆浆吃。这豆浆微甜，然后有豆香，蘸豆浆才是正确的吃法。豆浆配油条是标准吃法。这真的太清香了，对，还有豆子的清香。豆浆香。真香是吧？特别清爽。有豆子味儿。是。哎呦，谢谢。谢谢。我刚看了一下，你们粉丝蛮多的。你已经看到频道了是吗？大白小鱼。对。小鱼看。对。16.5万粉丝。加油！加油！就是叫什么葱油烧饼。葱油烧饼。对，它其实做的是烧饼，然后把它切开之后，里面都是葱。是，然后它还加了一个葱蛋。对。看，这里面都是葱。它里面还有胡椒。它其实是胡椒烧饼。胡椒烧饼。对，然后里面你可以加蛋，可以自己选择加蛋的。来一口尝尝。什么感觉？它是葱味好浓啊。葱味特别浓。好吃。我觉得不加这个蛋也很好吃，就是葱味、胡椒味特别浓。然后呢，如果你加了蛋之后，你会有一种肉香的感觉。就是很香。是。好吃。我又想吃第2个了。是吧？又想吃第2个，不行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还有别的店。对。台湾吃饭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因为就是这种小店。老板就在旁边坐，然后这边客人就很随意。对，而且这些店呢都跟家一样。现烤的。对，现烤的是饼皮是吧？对，烧饼。烧饼的皮。好酥啊！它一拿起来就是酥酥的。它是平时是卷油条吃的。这对了。它里面是有盐和胡椒的，有点那种香味儿。很脆。很脆。感觉特别适合带在身上，是饿的时候吃一口。它特像那种千层饼所以那种你吃起来好像是它会掉渣的那种酥。慌慌张张吃了一顿饭。是，就是因为每次我们一到台湾嘛，就感觉大家都特别热情，然后就是坐在甚至邻桌的人也都会主动跟来说话。对。然后。尤其是他知道你是外面来的，然后知道你来玩儿，然后就给你介绍各种的吃的呀，去哪玩啊，然后你怎么坐车呀？对，甚至刚才我们一出来的时候，有阿姨还说呢，你从这边走就可以坐多少趟车，对。对，看你走错的方向，说那边
边不是啊，那边是里面。是，就是我们从美国刚一过就特别不适应这种环境，但是又非常享受这种感觉。对，所以虽然是有点慌慌张张吧，但是感觉很好吃。我们2个人刚刚剪了个头发，对，换了一个状态，换了个头，对，就在西门町的一个比较现代的理发厅，服务也是特别好。然后你看，我们俩现在状态还不错吧？对，台湾的服务真不是一般的好。我们找的第2家餐厅实在是太难找了，原来是在西门町这边的一个就很老的老楼的地下2层，然后就在这边才能看到一个牌子，写着是地下2层。这就是一个美食广场，实际上对，什么都有可能。正门正门是这儿。哎，你好，2位，谢谢。好多年没来了，你们跟那个我们来到的这个老山东牛肉面呢，就是在一个商场的地下2层，就感觉像是一个很古早的一个餐厅，但是没有外面的，没有窗户的，只是在地下。但是它这边呢，就是主打的就是这个牛肉面，还有呢，我感觉它的那个水饺不错。藏身在西门町万年大楼地下街的老山东牛肉面，店名里的老山东来自创始人浓重的山东口音。从1949年开业到现在，已经有70多个年头了。店里主打手切宽面，搭配用台湾牛骨和中药材慢火熬出的汤头，味道简单，风味浓郁。这次我们来到台北，特地想尝一尝这一碗传了几代人的老味道。想要的是饺子，但是还以为是那种一盘的那种饺子呢。对，但实际上是就还是一份面似的。对，那就酸辣汤饺，好吧。小雨这个是叫牛三宝，牛三宝对。然后我这个呢叫全筋牛肉面。你先来一口清汤尝尝，怎么样？它就是那种就是放了酱油的那种牛肉汤。是，然后你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吗？是刀削面，说它不是咱们之前吃的牛肉面，不都是那种圆滚的那种面吗？对。说它是用刀削的。这面好滑呀！我要三宝，然后是牛的3个部位，有筋，有肉，然后它还有牛肚。很大你这比较丰富。对，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肉非常的多，对，都很大块。那个料台里面有很多的料，有牛油，然后还有这种辣椒，它是2种不同的辣椒油。然后还有，看这边还有泡菜，对，榨菜和小葱。你都可以在那边拿到它的料。最主要的是它这个，这个是山东泡菜，对，山药的泡菜。就是像那个臭豆腐上面放那种泡菜，是吧？酸酸的，很清爽的那种，不是那种辣的。软软的，但是又不是煮的那种特别的烂的那种。你看咱们要的小碗量也很大啊。对。直接来口泡菜。直接来口泡菜，放在这。我觉得可以自己再放一点那种酱油啊、料什么的啊，因为它本身只是保持一个非常清爽的汤头，然后那种咸味儿啊、辣味儿啊，一些其他的味道需要自己去加可能。我觉得它就是主要保持一个鲜味儿。对，所以它那个料台上面什么辣椒啊、醋啊、酱油啊，什么都有。我刚才喝了点这辣椒，还有这个酱，就觉得不错。哇，这泡菜是王者，是吧？这泡菜必须有啊！我觉得这泡菜是白醋泡的吧？是白醋，然后加辣椒啊泡的。我来口筋，哇，这感觉这筋很滑呀，弹弹的啊 ，Q 弹。哇，入口即化，真的。筋带着一种胶原蛋白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很强的牛肉的味道。重要的全筋的筋。哇，真的太好吃了。然后再来一口汤，然后泡菜现在进到面里边，
然后再发挥它就做代替醋的感觉，让这个面汤里边有一点酸的感觉。我就一口这个泡菜吃，太丰富了。对，我本来想吃饺子嘛，但是点成酸辣汤饺子。对，人家给送来的时候都跟你说要加油。对，然后没想到是一碗酸辣汤。哇，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喝的酸辣汤，就是酸辣汤必须是这个味道，特别酸，然后胡辣。这饺子是韭菜馅儿。韭菜馅的，韭菜猪肉。哦，我尝到了，饺皮特别有韧性，有嚼劲儿，不错。我觉得这吃的时候就是吃口饺子配碗汤。其实你就不用蘸醋啊，什么辣椒啊，就是直接盛着这个汤喝就行了。对，有点像抄手。啊，对，但是是汤版的。对，汤版的。柠檬爱玉。就是传统柠檬爱玉是吧？爱玉柠檬，对，那就爱玉柠檬吧。你要这边吃带走？带走吧。这就是爱玉柠檬是吧？这是一整颗柠檬放在这儿是吗？还是说摆好看？哦，明白。对。哎，真酸哎。因为柠檬汁儿啊。啊，很强的柠檬的味道哈。不错，挺好吃的。特别适合。我觉得要台湾夏天来的话，可能特别适合。就是里边还有冰，特爽。我可能一天得来10杯，估计。好，谢谢老板。谢谢。我们现在来到了台北的天后宫，这里供奉了台湾的妈祖。你看，其实它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普通的街道旁边就是来来往往的车辆。然后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是走着过来，直接就进庙了，然后拜一下，然后就走了，接着走了。对，我感觉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在台湾已经就完全就是变成很平常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对，在台北的第一天，我们品尝了道地的庶民美食，还去了天后宫置脚祈福，得到了3个圣杯。我们还提前购买了这次旅行最重要的通行证 TR Pass， 它能让我们在5天内无限次的搭乘台铁。由于时差还没倒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决定早点回酒店休息，为明天一早启程的环岛旅行养足精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像民宿青旅一样的酒店。对，青旅，而且就是感觉特别有青春的气息。我们房间其实还不算特别大，但是什么都有。这呢是一个工作台，然后它设计的这个工作台旁边就是一个洗手池，这是最大的特点，有一小阳台。最棒的一个地方。对。然后这个小阳台进来，其实它的空间还是挺大的，你就可以在这边吃饭啊什么的。这有一个桌子，台北的这个温度啊一直都特别好，所以呢你就可以在这儿看看下面，然后在这儿吃东西，然后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感觉非常的舒适。台北不是纽约，台北不是东京，台北不是巴黎，台北不是伦敦，台北就是台北，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本来我们2个人想去吃台水便当，但是感觉今天不是大雨吗？我们现在出来以后也饿了，然后就在旁边这个7-Eleven先解决了。对，好方便。台湾最方便的就是到处都是7-Eleven和全家。但是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啊，就是我的红薯。我一看见红薯我就走不动了，新出炉的。哦，还是这么好吃。小野给你演示一下我的熟练程度啊。第3步怎么来？然后我不知道。第3步是这样吗？不是很熟练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知道吧？然后手拿着吃。然后其实它好像是可以把那个纸包在外面。啊？是吗？啊，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我打开是吗？第3步是找另外一个人帮你把那个纸打开。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哈。哦，自己办不到是吧？哦，是这样。撕开，然后我用手，因为我觉得手拿着有点不干净嘛，是吧？对，这样。太好了。雨超大。清晨，我们冒着大雨从台北车站出发，
开始这趟环台湾岛之旅。台湾铁道之旅正式开始了，我们要发车了。然后在我们身后呢，就是非常壮观的台北站。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全程用铁路的方式环台湾岛1周，然后用多种的方式吧，还会探索各种各样地方的美食、街景，然后呢还会坐各种不一样的火车。启程了，启程了，快点快走吧！哇！所以你看，这就是台铁的 logo。这个对的，就是这个蓝色的 logo。对，但是它为什么还分车厢呢？对，因为它有这个地方的这种 local train， 还有一种就是还有那种自强号啊什么的，其实它都在这里面。也就是自强号的话需要画座。对。哦，怎么了？哦，这是我的。哎，你是进不去吗？我刚塞进去，写着暂停使用了。去山家。山家。嗯。第三一点，山家。这不行啊。在旁边进。哦，还是旁边进啊？啊，那这是刚刚启程就出现了这种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票连工作人员都说可以走那个闸口，但是就是无法打开，然后只能走人工。哦，这好漂亮啊，这个啊，台湾，你看它上面是菠萝、凤梨，这真漂亮，这车。这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环岛的第一个车呢，就是一个区间车。对，其实这个区间车是那种慢车，但是呢，大家走的路线都不是那种特远的。是，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说区间车呢是用来通勤常用的，就是这个车是可以过来的。然后这还有一个洗手间，有水池，还有给婴儿处理的，然后还有一个坐便。还有一个置物台。从台北站出发，我们沿着纵贯线一路向南，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山家站。到了。这个山家站好像咱们去瑞芳一样啊，这边都有点像啊。今天的雨真是一直不停了。是。的第一站山家站，一出这个站就有一个充电处。关键是它这怎么还弄一根木头啊？你看，很有意思啊。这还有一个那种跟少数民族的纹路似的，像是一个实木桩。这还真是一插电板啊，还可以充电啊。哇，这确实挺复古的哈。是。而且你看在雨中，这有它的名字山仔角驿。哦，这是老的车站。哇，天哪，这个雨。好有氛围啊！现在，山家站是纵贯线上的一座古老的小站，最早在1901年启用，当时叫山脚仔停车场。走出月台就能看到那栋旧站房，木窗、洗石子的柱子、屋檐的细节都还留着从前的样子。我们到的时候正下着雨，空气里混着潮湿的木香，雨中的山家站更安静了，也多了一份怀旧的味道。就全台湾只有2个人在雨中等山家站开门，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发现了有一个72年的老店，让我们2个人口水直流啊！它叫山家烟熏鸡脚。我发现那家店了，这是卤的，烟熏的啊！我们刚才在路口就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要一个小包的鸡脚，然后再要一点鸡肝吧。哇！是，我们在那个山家站看看那个山家站车站啊，对。我查到是您70多年了是吧？还72年的老店。好了，那我们去站那边吃，谢谢您啊，拜拜。哎，拿着你的鸡脚，咱们先去山家站看一看吧。刚刚开门，这里面都是木头的香味儿。是。这还可以盖章，小雨，咱们可以盖个章。对。铁道迷，对，会比较有兴趣。是，喜欢铁路的历史的，对。因为到我们这边，大部分日本人就会到我们这边来，因为我们这个是他建的，那个时代建的，所以他们如果有过来台湾，
一定会到这边来。明白了，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好，这个是好他们，的明白了。他们也来看历史来了。哎，山家站。好的，山家站盖好了。盖好了。嗯。是以前的老的那个时刻表。啊，对。那你说它怎么更新呢？是吧？就不更新吗？这种？不是吧？它应该是不是要有变化，有人上去重贴吧？有可能吧。你看你后面这一排都是以前等车的座位，啊，这还有一些老照片。对。老的山家站，哦，外面是很小的街道哎，就那个年代就有博爱座。对。而且他只是在墙上写了一下。写了一下。哎，你看这儿，一日站长。叫什么？欢迎穿戴啊！这是以前的帽子。这是定位点是吧？对，定位点。这个椅子是以前的形式吗？还挺软的。哦，放票的。以前的放那个票，硬的那种的有没有？哦，特别小的。没有的，现在用卡。用卡了，对。但这都是就是曾经的，都是以前的啊。那以前的是百年的抽屉。啊，百年的，对。是里面全部都是快木哦，全是快木。全部都是快木。山家车站的模型。是山家站。对，确实跟这儿一模一样。是。第一次来桃园站哈。对呀。画了一个自强号的座位。这是第一次体验啊，搞笑吧？就是我们买的这个是5日的票。哎，你有没有发现这2个票是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对。如果你拿着这个票，如果随便坐这种就是区间车的话，就是你直接上车就可以了。对。但是如果你想坐那种快车，自强号啊、普悠玛什么这种，你就得在网上先去选座。如果你能选到座位的话，说明你有座可以坐，然后你就来取一下这个车票就行。快车是必须得每人都得坐，不能站着。对。但是 local 那种车是可以站着。对。我们的车来了，9号是吗？就是这样的座位啊。红色的沙发，像草莓一样。这还有踏板啊。2人慌慌张张的上了新自强号。对，然后上来之后呢，我们俩一直觉得挺有信心的，就是32上嘛。是。然后也没看外面是不是121号车，然后就往上走。一定要看编号。对。幸好是，幸好是。新自强的感觉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古早的车，但是它里面的每个人都有座位，而且座位很软，感觉这个车里很亮啊。前面这还有洗手间什么都配备，上面有行李架呀，然后在这儿也可以吃台铁便当，比如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吃我们的鸡爪。对。这个鸡爪非常的活灵活现，烟熏的味道，好像还有点辣的。有一点点辣味，不多，对，就是整个就是烟熏的那个味道，咸咸的，然后还可以吧，不算特别咸。它有鸡肝，还有鸡胗，然后我看它还有卤的那很大块的肉，还有对，熏的，对，包括还有什么豆腐啊，什么都有。其实平时要住在它附近，有时偶尔来一点，真挺好的哈。对，就配啤酒特别好。但就是外边有点硬的，然后里面是软绵绵的那种，熏味还是有的，而且也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我觉得它应该是先腌过，然后再熏的。其实干挺好吃的。我觉得鸡肝啊、鸭肝啊这种都是绵绵密密的那种，很好吃。太香了。好了，我们已经到达新竹了。我们现在要出站看一看新竹的这个车站。其实新竹车站是最有特点的。这边有存行李箱的地方，存行李箱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刷卡，交易完成。不管完成。密码列印我们有个密码取。好了，我们现在刚刚到达新竹站。哎，新竹站，我第一眼看到啊，就感觉像到了欧洲一样。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新竹，巴洛克风格的火车站，有种欧洲的古典美感。新竹看上去和许多台湾城市一样，街巷从火车站向外延伸，满是密集的招牌和机车声。
各种店铺排在同一条街上，混乱中却有一种奇妙的秩序感。很难想象，在这些看起来充满岁月感的街头背后，居然隐藏着引领世界科技的芯片巨头。而我们此行的任务，当然是找到新竹的必比登美食，好好满足一下我们的口腹之欲。在我身后这个巨大的建筑，都快插进云里似的，是个停车场。对，2栋停车场，是我见过最奇特的停车场。这是汽车停车场吗？米其林2025，原味鸭肉饭。天津鸭肉饭。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在新竹的原味鸭肉面呢，是2025年才进入米其林必比登的。也是我们偶然发现就在车站附近嘛，所以说很适合我们，对，很适合我们铁路环岛的这个补给。对，就是从车站出来，然后走不多远，然后就可以吃完饭，然后再回去坐车。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在外面吃的感觉，因为本来台湾比较闷热，然后就会很凉快。对。浓重的鸭肉，而且上面这个鸭肉还有炸过的。哇，这好神奇啊！这好像是葱。哦，是不是出那种炸葱了？好像是，但应该不是鸭肉，我觉得。我这鸭肉还能这么做。它因为我想的是上头有很多油，但没想到。它有点干的感觉，哎，真好吃，有点像鸭肉版的卤肉饭的感觉。对。它上面是油，下面是鸭油，上有油。对，你看上面是撒了鸭肉，下面是油，也就是整个这个饭是很有味道的。对，上面有油，有鸭肉的那个油和汁儿。然后上面铺了一层鸭肉，然后还有那种炸葱。它不像我们吃烤鸭的那种，就是烤出来那种外边皮是那种油油的。对。不是，它就像是那种炒的还是煮的似的那种鸭肉的感觉。是。你说它那个油的香味完全来自于这个炸的葱。是。鸭肉是炒的，然后它跟韭菜一起炒的。是。炒的是酱的味道，就是像是用什么酱炒的。那很有味道。挂在那个肉上面。腻吗？不腻的，没有腻的感觉。不腻，就是有这个韭菜。但是它里面是有骨头的。这是韭菜，吃特别好吃。但是它其实就是有那种咸味和香味，它没有其他的什么辣味儿没有。特别的筋道，那肉而且还带着鸭皮那筋。然后有这个韭菜的味儿掺进去，特别好吃。我就觉得这个菜给我加上这个饭特别棒。在台湾铁道旅行简直是太幸福了吧！就直接坐完车下来就吃饭，吃完饭接着上车走。对，挺爽的。你完全这一天都是期待，到任何的小站都是期待。对，而且它每一站吃的都不一样。是，我看这鸭血汤里面是放了姜丝，还有榨菜。天气变冷嘛，对。榨菜酸酸的，酸咸的，跟那个用酸菜泡过似的。这个氛围只在台湾才能有啊，看来。是的。开了。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在旅游服务中心拿了一个台湾的整个的地图，然后所有的站我们都会盖在它相应的位置上。对，差不多这个位置。准时登车。我们的下一站香山站。一边旅行还能一路吃到好吃的，这大概就是台湾铁道之旅最惬意的地方了。我们在火车上慢慢欣赏着风景，不疾不徐地感受这趟环岛旅行。OK， 我们到香山站了，这是一个非常古早的站。香山站是一个现在为数不多的仅存的木造车站，多老的车站都给你一个电梯，太棒了！按吧。这儿就已经有木质的感觉了。是，你看它每一个站还做的是一个它的独有的风格哈。这真的是现在这还在用的车站吗？这也太棒了吧！这有个小门儿，不会从这儿出去吧？就我感觉好
好像就是到了日本一样。全木头的。从新竹再往南2站，我们来到了香山车站。这里和新竹站的欧洲巴洛克风格完全不同。香山是一座纯日式和风的小车站，最早的香山站是在1902年启用的。现在看到的这栋木造站房是1928年留下的快木建筑，木墙、黑瓦、快木的香气让整座车站都充满了回忆感。走进候车室，会有一种踏进宫崎骏漫画里的错觉。夜间安心候车区，怎么安心呢？就是看见这字儿就安心了，是吧？那也就是说，有人晚上在这儿等车是吗？对，而且你看那给了3个座椅。老张吧？啊？老张吧？那他有号吗？2535。这就是他，就是他，这就是我们快2535，他早了。带我东西啊，带我东西，咱可一走不知道哪儿了。他怎么来早了？2535，早了5分钟。沿着纵贯线继续往南，火车驶入了苗栗。在竹南站，铁路分成海线和山线，我们选择沿着海线前进。下一站新浦。竹南站到了，这里是白沙屯，但是我们今天只能是火车经过了。说是这是离海最近的一站，但是这个下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竟然连那个底儿都没有，是凸的这站，特别的简单。是，我们的火车走了，我们的火车。你看这只有2个老木椅子，对，然后他好歹给了一个小房子可以挡风。这就是站的全部，然后上面有一个楼梯可以跨过这个站。他们有电梯，但它可以走。哦，是有电梯是。下面这里。哦。因为有些这老人家比较多，他就会走这个，直接走这个月台过去。他们就是直接开门。哦，这就是站。对对对。好的，那从这儿下去。好的，谢谢。多亏咱们遇到当地人了啊！告诉咱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边老人家比较多，所以呢，他没有电梯呢，他就前面下去，直接从轨道上过去。啊，对，他就不用上去了。小雨靠边啊，看这边来了一个老火车，很漂亮的蓝色哈。对啊。哦，就从后面过去哈。好。就快接近海边了。接海边，对。我没有做任何的后期的那个，就是什么涂装啊什么的，对吧？它就很保持。跟刚才那个站很像啊。啊，非常古早的状态。对。很像，但还不一样，感觉。对。看这里。哇，从这站出来以后，这边就是大海，很近啊，这儿。这个漆就是这么掉的，你看。哦。也没有说重新涂新什么的啊。这个全木造的。是。新浦站，哇，好小的一个小车站，特别像那种就是动画，就那种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哈。对，很不真实啊，而且你看前面还是弄得很漂亮，然后没有人，就是大海的声音。这个地方感觉真的是海岛的感觉。是，就是海岛。它在印尼里。我们新浦站结束以后呢，就要继续沿着海线往台中的方向走，因为今天我们约了台中的观众朋友，他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那我们期间呢，也不是所有的站都带到了，因为我们发现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每次去拍一个站的话，都要等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这个车，所以说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来了。我们2个人第一次来到台湾的这个海线的小镇，然后这小镇太小了，然后就会感觉这儿也没什么人，而且刚才碰到一个本地的年轻人说，这边的老年人很多，对，就是
所以他们才会就是那个地方其实不让行人走的，但是他还会开放让行人走，就是让老人走下去。是，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还是会给我们一些孤独的感觉，海角7号那种孤独的，就是安静到你到了这个站之后，就是没有人，对，就只能听到鸟叫。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铁路总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对，一站一站停的车，慢车才会经过。你想想，如果咱们是一个普通的旅客，就是这个站就是一过，你根本就不会发现那儿有一个新浦站的一个古早的一个站台，对，你就过去了。然后他那站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就一个人，我就觉得好像一天可能没有多少人跟他说话。应该是这个地方有可能真的就是老年人，或者就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在这里，对。然后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也会选择离开。年轻人可能坐火车就去台中了，或者去台北了，去找工作啊，是更多的机会。但是转转就会变得更加安静。你听过那个鹿港小镇那歌吗？歌词不就是吗？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吗？他说的这种，我的家里没有霓虹灯，不就是小地方吗？哎，台湾那个医疗有保障，对吧？医疗有保障，对。那养老金也很有保障。养老金要看个人努力的成果。投保的年纪比较长，投保的钱比较多。退休月退的话就领得多。对。如果你不上班，投保年纪只有5年10年，那领的当然是几千块而已啊。我工作40几年，差不多41年了。我工作41年，那当然好长时间。当然我退休就领的比较多。明白。投保的金额比较多，工作的年纪又比较长，41年，当然就多。这个叫做人生有计划，不会变化。没错，那一切都美好。人生差不多短了非常短的。该工作的时候工作了等不工作的时候就有时间就到处享受生活，走玩玩。您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对，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已经虚岁68岁了，10岁我66岁。那也看不出来。因为经常在走路运动细胞就比较不会老。是，对，要多动。我要让他流汗，不要都待在家里都没有流汗。对。好，我们的车来了。你们要坐到哪里去？我们要去追分。这里面还没有人。刚才我们本来是要到追分站下车的，但是发现已经天黑了，也没办法了。然后呢，而且没有车次了，所以我们干脆坐到彰化站，然后再转回到台中。是，现在坐的火车是普悠玛号。刚才我查了一下，普悠玛呢是自强号的一个车种，就叫普悠玛。但是它不是新自强新自强比这还高一等级，是更新的车。别说这真爽啊！这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他们前面也可以这样是吗？对，这个座椅有点像头等舱一样。累了吧？累了，哇！我们真是上车下车一整天啊！一整天啊，极限。对，非常极限，从来没有这样坐过车。是。我们刚刚从台中站下车呢，我们的台中的观众朋友就带我们来到了这个夜间部空肉饭啊。对，我们第一天的环岛旅程终于到达台中了。台中的朋友带我们来到了一家有50年历史的老店，是当地人熟悉的宵夜老字号，只在晚上营业到凌晨，所以它叫夜间部。看我的空肉饭，我的猪蹄饭，来吧。他们的控肉饭连续2年拿下了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新鲜的猪肉加入酱油、糖、烧酒、红葱，慢慢的卤制入味，肉质富含胶质又带点弹性，配上店里特制的酸菜，一口下去味道特别丰富。在台中的深夜，我们吃着这碗心心念的控肉饭，心里特别满足，也开始期待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明天一早，我们会继续沿着铁路往南，下一站台南。就是16站。你看我们现在就在街边吃，烤牛肉，里面加了辣椒的。米其林必比登的咸粥。